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暖讲坛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留这个小种子的品种，或怎么这个收种子。因为这个小种子的话，其实这一类的蔬菜品种很多，而且它很多是常规品种。那我们如果发现长得好的品种，那我们自己也可以给它保留下来，让它抽苔开花，然后收籽。那我们小种子的话，通常包括常见的这几类。一个是莴笋这一类，它的种子是非常小的，细小如灰，这个收它的种子就需要一些技巧。另外白菜类，很多白菜品种，上海青啊，也是如此。还有的就是甘蓝类，这个品种它也这样的，就说比如说俄罗斯甘蓝、羽衣甘蓝，它品种是非常好，也非常耐寒，但现在种子卖得很贵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怎么留，我们可以留的。另外还有芥菜类，都是如此。那白菜类就很多。我们眼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耐寒的白菜。去年我们秋天播种以后，留下2颗，看它耐寒性怎么样。结果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它挺过了零下33摄氏度的低温。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品种非常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冬天就不用那么担心。然后到了春天，雪化以后依然出来可以吃。能把它种子留下来，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源。那怎么留呢？好，我们先看一看其他几个品种的情况。这个就是紫色芥菜，你看它耐寒性很好，长得也很好。那我们发现它非常好以后，没病没虫，产量又高，就给它留种。留种的话，让它抽苔开花。好，抽苔开花以后，我们就时时注意什么时候该这个怎么处理，该怎么保护。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到它结荚以后要加保护，相当于我们盖那个防虫网，就是防止有的小鸟来吃它。还有这边我们有这个彩色甘蓝，这是彩色甘蓝也一样的。它经过了零下33度的低温，挺过来了，开了花，然后结了荚，种子很快就会成熟。那很快成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是有一些技巧来处理，能让它的种子不被动物破坏，然后我们还给它留下来。那关键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保护，首先一步。大家看一看，我们眼前这个就是一个防虫网。那为什么给这个白菜盖上了防虫网呢？不是。这个阶段不是防虫，而是防什么呢？它结荚以后，有的小鸟会来，吃那种正在成熟的这个种子，如果让小鸟来吃了以后，种子就不能饱满，所以我们用这个防虫网给它盖了起来，保护起来以后，种子就得到了保护，这是第一个关键。第二个呢，什么时候采收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，因为它种子小。我们不能等到说它所有的荚都黄了以后才收，因为黄了以后才收的话，这些荚就一碰就掉开了。那掌握什么分寸好呢？我们掌握通常说的大概是70%左右的荚变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这样呢？不是100%，为什么70%呢？因为它种子很小，如果等到100%熟，那我们100%收不到。大家看一看地上掉的这些，就是一些荠菜的种子。我们原来这里有荠菜，这个现在地上看，大家可以看到依然掉下那么多种子。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收的呢？我们就是在这个荠菜种子大概70%熟，有70%荚果变黄的时候收的，依然有一部分熟的种子掉下去了。那30%不黄的怎么办？不黄的，我们有一个后熟作用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不让它在地里面全部熟，我们趁它还有绿色的时候，防止脱落，拔起来，接到这个种子的这个容器里边，然后的话，种子脱落，万一有脱落，它就掉在里边，拿到这个室内通风阴凉
干燥的地方，让它继续后熟。好，我们这个可以已经达到了收获的标准，我们就给它收回去。这边这个火候还差一点，我们就再留2天。好，大家看一看，这个就是标准的可以收获的一个情况，大概7成熟这个荚果。好，最好是拔起来，不要剪，让它完整的带回去。这个时候呢，它脱落很少，我们能最大限度的减少脱落，好，泥土尽量抖干净，这样的话种子里面这个带来的泥土就少。这就是标准的可以采收的这个种子。那可以采收的话，这一部分它会少量的脱落，但是呢，大部分种子在这里面。现在没熟，我们让它后熟。后熟的话，我们就这样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拿回去室内阴干，让后熟作用，使剩余的种子继续熟。这边几颗的话，就还没怎么熟透，那我们再养2、3天，等它变到那种成色，就是70%左右的这个发黄，30%的还不怎么黄，荚果不会炸落的时候，再采收。现在这个的话，基本上只是达到30%的黄。我们再等一等，盖起来，防止熊柳破坏。大家看这个地面的话，就可以知道，你看这个荠菜里边，比我们播种的这个还密，所以说这个荠菜7成熟的时候，依然有多少种子落到地里面。如果我们等到100%这个熟的话，那就基本上收不到种子了。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掐算。好，我们现在上去看我们这个前2天收的这个荠菜，已经后熟好了，我们给它进行脱落。那有的人会问，我们能不能用太阳晒呢？不能用太阳晒，因为太阳晒的话，它会让这个植株迅速的干燥，干燥以后，它这个后熟作用就不能有效的这个发挥，然后的话种子就熟得不好。后熟的话就让这个植株慢慢干燥，它在这个慢慢干燥的过程当中，养分能够持续的进到种子里面，使没有成熟的这部分种子得以继续承受，这就叫后熟作用。那我们后熟过程的话，最主要的要点就是所处的环境一定要通风、阴凉、干燥，然后不被太阳晒，同时的话一定不能发霉。那不能发霉的关键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能堆太厚，堆太厚的话，它就会由于这个湿度很大，它就会发霉。发霉的话，种子就会受影响。好，我们放在这个 workshop 里边，就是仓库里边。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了。千万第一不要把根拿掉，第二不要堆太厚。最理想的是什么？最理想是让它能够这样站起来。当然不能站起来的话，这样横躺着在容器里面也可以的。因为在后熟过程当中会有一部分种子陆续脱落，那我们有容器的话，它就脱落在容器里面了。我们去看看2周前收的这个荠菜，这个就是我们2周前收的荠菜。已经后熟好了，干燥了。那我们今天就脱落，大家可以来看一看。你看，里边已经很多种子出来了。
这里面发黄的这个都是这个荠菜的种子，几十万颗，很小，细小如灰。如果不利用后熟作用的话，是收不到的。好，那后熟干燥以后就很简单了。那干燥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们手揉这个浆果，它这个能破碎，浆果能打开，我们就能够随便抖一下就让它脱落下去，就得到种子了。这个带一点泥土没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个泥土它种子小，我们播种的时候还是需要泥土。这个种子就脱落干净了。戴一个手套，这样搓着的话不伤手。荠菜种子属于小种子当中，种子最小的这一类。能把荠菜种子收起来，那我们收其他的这个小种子也就没有问题。记住一点，关键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利用它的后熟作用。跟这个大种子的收获是不一样的方法。大种子的收获的话，可以等它种子完全成熟，在浆果干了以后，收起来。这个的话，一定是掌握一个分寸，7成左右熟，就可以了。这个没怎么干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晾一晾就还是种子不会浪费。好，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带有杂物、带有夹壳，这个没有关系，我们再晒一晒，最后种子会全部落在下边。大家来看一下底下金黄色的这个活黄色这部分就是荠菜种子，已经有上亿颗的种子了。现在我们不忙着脱落，我们可以让太阳晒了。现在晒了以后，把这个杂物粗的杂物去一去，筛选风选一下，那种子结实程度就提高了。如果不讲究的话，直接拿这样的去播种也可以的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